本师释迦牟尼佛，地逆文殊智慧用，地逆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今天呢，开始讲那个佛子心，佛子心37宗呢，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啊，就是这个修心法门里面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窍诀。这个法呢，以前也已经讲过很多次，我想我们这里的一些这个道友们呢都非常熟悉，那么这个法也特别的重要，我们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着重的宣讲这部法。那么上师呢，就是先后都是也是在别的一些上师面前，听过，就是全部加起来的是150多次，就是所以说我们，这部法的这个重视性啊，就是可能很多道友来讲是不一定够，我们有些道友都觉得是37宗，这个佛子心37宗呢，以前都已经听过了，自己背诵过啊，那就不是那么很难的，就可能用这种想法，其实这个词句上应该是不是很难，但是呢。它的内容相当殊胜的，也很深奥，就这样一来，我们这个道友们呢，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应该引起这个重视，因为这部法呢，是整个这个藏传佛教大乘法门的这个修行的一种要诀，修行的一种精要，那么懂得了这个法之后啊，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改变就是相当大，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增长。即使说你内容呢就是不太明白，但是这个词句就是传达耳边，那么就听到这种教言的话呢，那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自己的大悲菩提心呢就是增长啊，就这样一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讲，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同时，就学习入菩萨行论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这个学习这部法，尤其是我们今年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今天也是要求大家一定要这个背诵，就是这个37宗背不来的话呢，那可能是你有点笨了，就是没有必要读佛学院了，就是读佛学院就是连37个颂字都是背不懂的话，那就不行了，就是一个月你吃多少顿呢？就是那这个37顿肯定不了了。所以我想那个就是几个月当中，就是37个颂字都是背不了的话，那肯定不行的。除了极个别的老年人以外呢，我希望我们这个在座的所有的道友呢，都一定要背诵。不仅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菩提学会为主的其他的这个十方道友心中呢，一定要背诵，就是这个佛子心佛子心。以前上师如意宝呢，就在我们这个学院建立的时候呢，也是当时说过。你最低的话呢，也要这个背诵这个37宗佛子心和这个三诸要道论啊、修行八颂啊等等，就是这些简单的这个窍诀书呢，必须要背诵，就是这是这样讲过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呢，就是应该就是对诸佛菩萨面前一个发供养。其实背诵的这个利益和功德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背诵的时候花一定的时间花一定的精力。很多道友都知道，就是上半年我们这个背诵的《基部论点》呢，那个时候的这种花精力跟平时的我们看书呢完全是不相同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你一生当中的这种影响很深的。之后呢，就是来自生生世世在你的阿赖耶上面的种下的菩提种子。就是更为这个就是坚固，所以说我们这个背诵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因此，我想呢，就是大家都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就是重视，就是所以说我们我希望呢，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就是把这个什么这个佛子心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这个闻色，好好的闻色。那么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讲过，就是大家也可能知道是这个佛子心呢，是无著菩萨这个做的，无著菩萨呢，就是当年做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个殊胜的缘起，就是传记当中也是有。他造完了以后，那个告子在这个他的这个禅房上这个校对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突然刮起这个狂风，然后所有的这个
稿子呢，就是被那个风啊，就是卷到这个释放去了啊，就是连一片都没有这个剩下来。没有剩下来的话呢，以这个缘起啊，就是这个佛子心呢，就是光弘整个这个世界。那么如今的话呢，在我们藏地来讲，不管是尼玛派、噶举派、给鲁派、萨迦派等所有的这个各教各派当中呢，都在弘扬，都在这个学习。不仅是藏传佛教，就现在呢，就是汉传佛教的各大城市和各大寺院，以及呢就是在这个像美国啊、加拿大，就以前我们去过的很多像这个台湾、新加坡以及这个法国等等，也就是他们的这个信徒们呢，都是依承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字，然后呢，就是都在这个修学这样的这个佛子心呢。因此，当时的这个缘起呢，就是也非常的这个殊胜啊，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狂风呢，就是不是不好的这个现象，还是这个我们在问世的时候，原来我们这个当时上是讲释量论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我们在每天辅导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子，就是在院子里面辅导。每次那个辅导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当时是冬天，就起狂风，就是好多道友的这个树呢，就是到处都在飞啊，就是然后最半天就是拉回来又在看，一会儿又去一个狂风。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就是如果想到的话，那还是这个说明就是弘扬这个十方的一种象征吧，就是开玩笑，就是我们的确是这个法很殊胜的。当时那个无主菩萨生病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子请他说是你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们留下一个遗嘱这个教言，就是当时无主菩萨呢就是说是就我的遗嘱呢就是这个佛子心呢，就是除了佛子心以外没有别的遗嘱，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的确也是在一生当中呢，也是这个听过很多次。像上师那么这个具有智慧的人，为什么是在众多的上师面前听说呢？应该说是有这个殊胜的这种密意。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一方面自己呀就是经常闻思，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些道友们就是再三这个辅导的时候啊，就是也这个好好的听啊，就是希望呢在座的道友也是这个法师们也辅导这部这个论点那么。我们这个修学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定要里面的这种内容，就是关于自己的这个内心。那这样的话呢，真的很殊胜。我个人而言的话，也是这部论点的这个信心是很大的，就是不敢说修得很好啊，就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想了一下，可能在上师面前，光这个上师如意宝面前的时候，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听传承的话，那就是肯定就是上100次以上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师这个到哪里去的，就是国内外，就是到哪里去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寺院里面就是光这个就有时候有时间的话，那就是给他们详细传一遍；如果没有这个那么多的时间的话，那就是给他们念一遍啊，就是念一遍。那这样的话呢，就全部加起来，虽然没有统计，就是要全部加起来的话呢，肯定有100次这个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在心里面这样这个想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学院里面，我们这里的很多老道友都知道，就是上师呢，就是在每一个这个讲法的过程当中，经常呢就是传这个佛子心。其实这个佛子心的原因对我来讲呢，也是比较这个特殊的。你现在应该20年前吧，就是20年前的时候呢，当时法王如意宝也是带领就是1万个这个藏族的这种信徒前往这个五台山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对这个汉传佛教呢，就是也一点都不了解，就是汉传佛教呢，就是对藏传佛教呢，不像现在一样的，就是一点都是不了解。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上师也是那个就第一次的这个传法呢，就是这个佛子心啊，就是佛子心呢。当时呢，我们也是对这个汉传佛教的，还有尤其是汉语上的佛教上面的名词是特别的这个陌生，就不了解。那么上师当时要求就是让我这个翻译就是佛子心，就是我们在这个五台山菩萨地呢，就是菩萨地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参加的这个汉族的出家人和在家人都比较多的，就是然后当时上师呢就是要求让我这个翻译，但我翻译的话呢，就是确实是佛法方面的这个就很多名词都是不太懂的。但后来我害怕这个破缘起，就是然后呢就是一直这个硬着头皮，就还是这个就晚上一直使劲的，就是查各种资料，就是好多佛教词典也没有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可能我自己像是以这种这个缘起吧，就是在这个就一直在20年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个人而言呢，就是也对这个汉族的一些四宗
宗弟子接上的一个殊胜的愿，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放生啊，就是行持一些佛法方面。因此，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呢，就是对这个汉地众生呢，就是传输的第一步法呢，应该说是这部佛子心。那么以这个缘起呢，就是如今也是我们这个共同就是也了解了很多的这个佛法的知识。一方面呢，应该感恩这个上师；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就是以欢喜心来，就是大家去接触这个法。那么这个佛子心的内容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知道，就是我们下面就是简单的字面上做一个介绍。那么佛子心就是37颂呢，实际上是这个论点的这个题目啊，就是题目什么叫做这个佛子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从那个严格来讲呢，就是所谓的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也就是说是从一地到这个十地之间呢，就是这个是叫这个菩萨，就像我们这个入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就一地到十地的这种得果者呢，得果圣者呢，就是叫这个菩萨。那么从一般的这个含义来讲，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都可以叫这个佛子。就为什么呢？就如心理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什么这个生死欲喜苦有情，倘若生起菩提心，即可得名诸佛子，世间人天应逆境吧。就是这个颂词里面呢，都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这个在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苦恼的这个众生啊，当你的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刹那呢，你就变成了这个所谓的佛子啊，就从那个时候呢，都变成了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人天众生的因功处啊，就因理处、因境处。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呢，就是都可以叫做这个佛子啊，那么我们在座的大乘佛子呢，所要信持的。所要这个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所讲的有37条啊，就是无著菩萨呢，就是当时每一个偈颂的后面呢，都用了那个佛子信，就是佛子信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大乘这个菩萨，大乘这个发心者呢，所要信持的这个戒律啊，就所要信持的戒律。一方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既然发了心呢，就是要这么做；另一方面呢，要知道是自己的这个行为呢，以如获的这个大乘的这种这个历年来这个设策啊，就是规范，就是自己的行为，应该就是了解这方面的这个道理。所以这是那个佛子心。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是无著菩萨。当然，这个无著菩萨呢，我们这个讲三梭海这个三梭海的作者，也是那个修行契要这个著述的啊，就修行契要前世的这个作者，而并不是印度的这个龙门无著当中的无著啊。现在有些人搞错了。这个我看见有一个佛子心的这个讲义，就是他呢，就是写这个无著注。无著的话呢，就是他就是在外面呢，就是有一个印度的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像啊，就是他说明呢，就是肯定是他不知道是只是那个藏传佛教里面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无著论师啊，就是所以无著菩萨的这个专辑呢，我以前也是已经这个翻译过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在入菩萨行论的发本上呢，也已经这个就有了，就是所以希望呢，我们也是再次的看一下这个作者的这种大悲心，作者的这个教研的殊胜心呢，就是跟其他是不相同的。那么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的，这个佛子心呢，多听多读的话呢，那这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增长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殊胜价值和他的这个殊胜发心，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应该就是要了解，实际上这样的阐述和一些论点呢，就是肯定是非常多的。但为什么是这个佛子心呢？在整个佛教界当中啊，就是如实的这个就是心生呢，就是原因呢，应该是就是他的这个发心啊，就是他的这个发心。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也会听得到，就是国内外的很多高僧大德啊，就是在传输佛法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也听到啊，就是这位大德也是在这个印度也是传这个佛子心。啊，就那一位大德呢，就是在美国也是传佛子心，可能你们很多就是道友呢，应该会就是听得到，就是所以说，我想呢，我们就是今天呢学习这部论点，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欢喜心。没有欢喜心，没有兴趣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法的这个学习呢，就是不会这个成功的。因此，我们先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它的题目。那么下面就是将这个佛子心呢，就分为这个初义、论义，就然后末义，就是分3个方面。那么初义呢，就是分那个。
顶尼和这个尼氏啊，就是顶尼和尼氏。顶尼呢也分中顶尼和分别顶尼。第一个是中顶尼，就是这样讲的：南摩罗个修拉呀，南摩罗个修拉是实际上是梵语啊，就是这个梵语呢，意思就是说南摩是顶尼的意思，罗个修拉是世间自在王。那么这个也就是说顶尼就是世间自在，世间自在是指的是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应该说是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本尊。有些历史资料当中就是说是无著菩萨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化身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处处都看见，就是这个无著菩萨塑造的论点的这个前面呢，就是经常也定立这个观世音这个菩萨，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依靠观世音菩萨的价值，升起就是不共的这种悲心逐渐呢就是真正这个成熟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那个。就是中顶尼句。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分别呢，顶尼于上师无二无别的观世音菩萨面前做顶尼的寄诵。谁见诸法无来去，然为尽情利众者，神识护助观音前三门横设金顶尼。那么在这里呢，一方面就是赞叹呐。就是他的这个上师，就是上师，他这里就是他的这个上师呢，是怎么样的呢？他虽然已经就是见到了一切这个万法的这个真理，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就是从这个实相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也是这个他的上师的已经这个照见了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真相那么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是什么样呢？就像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就像我们这个龙母菩萨的众人的开图的偈颂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短，不异也不异，不来也不去，就是已经就是懂到了这个道理，就是这就是佛陀就是唯一了之的，就是也就是说离开了就是八种这个细论的这种境界。但是呢，为了这个利益众生的话呢，就是他一味的这个精勤者就是并不是像阿罗汉呢就是证悟了法性一样的，并不是融入这个法界这个涅槃寂灭涅槃呢，不是这样的。虽然已经从实相上是已经证悟了一切诸法的本体，但这个现象上呢，就是也是这个不会注意这个涅槃的这种寂灭果，而利益这个众生就是一味的就唯一的利益，无条件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就是他的大悲心是非常这个强烈的。涅槃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知不住三有，背不住这个涅槃我们这个相关转论里面也是跟这个宋词基本上是相同的，知不住诸有。这个被不持涅槃，就讲这个宋词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因为他的这个智慧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殊胜智慧非常殊胜的原因呢，就是他不会这个注意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就是他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就超越了这个世界。然后因为悲心呢，就是极为强烈的缘故呢，就是不会这个像小乘阿罗汉如也这个寂灭一样的就是不会这个注意这个涅槃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上师呢，就这样的这个殊胜护主，当然他的这个殊胜护主呢是什么？这个恩重如山的这个舍卫上师然后那个光文博学的舍卫上师，无与伦比的两位上师等等，就是无著菩萨呢有很多的这种上师，但主要的这个上师呢，就是两位这个就是专辑里面是有的，你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两位上师，就是尤其是他的相续当中真正让升起菩提心呢，就有这个两位上师。那么这两位上师呢，就是与观世音菩萨这个无二无别，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那么作者呢，就是无著菩萨，就是以三门，就是深刻以三门非常这个毕恭毕敬的方式来，就是对他面前就是顶礼的。当然在这里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是以这个菩萨现象的这个角度来这个安利的。其实呢，有些这个佛经当中就是安利的话呢，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是早就已经成佛了。比如说佛经里面就是也是这样说的，过去真法明如来，先前观世音菩萨，就是佛经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话，意思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呢，是这个叫做是真法明如来但是呢，为了利益众生，就是在我们众生面前呢，就是显现这个菩萨相。普门品里面呢也是这样说的：32因诸尘刹，
水雷化现，水雷化现救助难吧，就是水雷化现救助难，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有这个32种这个观世音像啊，一般众生面前所显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的话呢，一般观世音呢，就是有4臂观音啊、千手千眼观音啊，还有2臂观音，就是基本上是所谓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只有这几种积累当中的，但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就是也有各种这个像的，就是各种像的，就是有关这个历史上面看的话呢，当然是这个是比较这个清楚的。因此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无著菩萨呢，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上师面前，就是恭敬的这个顶礼，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这个无二无别的上师面前就是这样顶礼。那么这样顶礼的话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就是升起菩提心，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和价值。其实我们藏传佛教的话呢，大家都对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崇拜啊，就是这种信心呢相当大的就是有一种这个说法呢，我们这个藏族人呢，就是从小的时候啊，就是狼叫妈妈的时候呢，就是也会念观音心咒啊，就这是也确实是这样的。很多小孩的话呢，就是不用特意的叫唵嘛呢叭咪吽，不用叫，就是从来没有就是听过那个谁在这个叫观音心咒的。但是呢，就是一般藏族人呢，就是都没有一个不会念观音心咒的。不过现在的有些在城市里面长大的所谓的有些藏族人的话呢，恐怕有点危险，就是他不一定会，就是所以我用100%这个在你这个保证的话呢，就是用移民的这个泰国来就驳斥的时候呢，会不会有点困难？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但我像这个汉传佛教的话呢，尤其是南方一带的话呢，都是这个家家呢就是有观世音，这个户户呢就是有阿弥陀，就各种那个就崇拜。有些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观世音菩萨也是不太这个清楚的，到底是神还是天仙还是真的菩萨，就是凡是这个观世音，很多大老板的这个车里面也是有那个。观世音根本不信佛教的，我不信佛教，我只信观音菩萨，有些这样说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的话挺有意思的，就是我遇到一个人，他是这样说：我不信佛教，我只信观音菩萨。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公案呢，就是施念的是非常多的。以前印度有一个80岁的这个老人呢，就是他就念了1亿遍这个观音心咒，但后来呢，就是他已经这个就是活了这个300年，就是已经获得了长寿之名的果位。最后呢，就是圆寂的时候也是前往这个清净刹土的。还有一个尼泊尔的这个妓女啊，她呢就念了这个1亿遍观音心咒，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她就是也断了自己的这种恶心吧，就是然后念了1亿遍这个观音心咒以后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身体都变成这个杜牧啊，就是也是这个显现一些成就像的。然后我们这个藏地呢，以前也是比较出名的，有一位这个就是孽人吧，就是也是这个孽人，也是屠夫，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的一个人。但后来就是他也是就后悔自己的这种罪业，就是念了1亿遍观音心咒之后的话呢，他妻子的是面见那个观世音菩萨，最后呢就是不舍这个身体，就是前往清净刹土啊，就是当就是这个事例呢，就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那个藏地的话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呢，就是都每个人的法律念1亿遍观音心咒啊，就人老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念观音心咒或者是阿弥陀佛。但我们在别的一些城市当中呢，所谓的这个念佛啊，所谓的念佛呢，就是并没有计数，就是我们应该这个让这些老年人呢，就是还是要计数，就是你念1亿遍这个观音心咒或者1亿遍那个阿弥陀佛，可能吓坏了，就是不要说1亿遍。我有一个人说是我已经念了1万遍阿弥陀佛心咒啊。那这个可能不算什么呢，就是应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这个下功夫，就是一心一意的念观音心咒或者是观音名号，那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一定会是升起悲心。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和悲心，就是也讲了这个他的上师的殊胜特点，就是也讲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这个殊胜的境界和正悟。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呢，也应该我们所求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悲心。就是有了智慧和悲心的话呢，不会愚昧的，也不会不度众生的。如果你没有悲心，就是只有智慧的话呢，可能很聪明，就像现在的一些实践的大学生呢，或者是有一些实践的这种这个高材生子，那么他们呢
呢很有智慧的、很聪明的，但是呢没有悲心，就是他不会就是帮助众生的。有些人很有悲心，但是没有那个智慧的话呢，就是他想帮助众生，也是因为太笨了，就是没有办法的，就所以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一定要记住就是知悲啊，就是记住知悲。小孩们就是从小都是要这个学习啊，下面就是讲那个逆世句，逆了志愿诸佛的，修持正法而成就，也以了知其行过，于此宣说佛之心。那么他这个偈颂呢，很多人我看见很多法师就是讲的时候讲错了啊，就是不说谁啊，就是但有些法师讲的时候呢，就是讲错了。所以法师们讲经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有时候是没有传承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世界当中的一切的这种快乐，一切的这种利益啊，就是这些的来源呢，就是这些的源泉呢，应该是这个佛陀。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所有最殊胜、最快乐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个佛陀啊，就是佛陀的这种。那么这个佛陀的这个果位来源呢，也并不是平白无故这个出现的，应该是修持正法而这个成就的啊，这样理解。或者呢，就是说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逆和乐啊，就是逆和乐呢，就是增上生和决定生的果，就是这样来理解的。就像龙门菩萨所说的那样，就是增上生续乐。什么定生续解脱，必因若虐是心性越智慧吧就是如果那个就是增上生，我们人天的这个所有的福报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乐啊，就是现在实践当中所享受的这些快乐呢，就是叫做是乐。然后呢，获得了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呢，就是叫做是利就是叫做是这个解脱啊，就解脱和这个快乐这两者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当然是非常多的，但是龙母菩萨归纳起来的话，信心和这个智慧啊，对上师三宝没有信心呢，就是也不可能求解脱的。然后对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要这个取舍的智慧没有的话呢，也不可能求的。所以佛果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佛果呢，就是一切利乐的源泉。那么佛果的来源呢，就是通过这个修持正法而来的啊。所有的这个阿罗汉，所有的菩萨，所有的佛陀呢，并不是通过什么这个战争然后呢就是侵略这个别的国家，通过这种途径也并不是的。那么通过其他的一种交杂的这个途径来获得呢，也并不是通过一些这个贸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关系得来的，没有吧？就是确实没有的。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在座的各位也是真的要想获得这个佛果，想获得神果的话呢，一定要修行佛法啊！就修行佛法是最好。最妙的一种这个逆乐有情的办法，自己也是这样的，他人也是这样的。我经常都是在想，真的这个佛法的价值和你也是不可思议的。像我这样的这个小小的人呢，有时候呢，就是通过佛法来能帮助众生的啊。就是我经常就想，有时候呢就是我有时候是帮助别人，也自己的这个心里呢也很快乐的。不管是我生病也好，我遇到什么样的话呢，还是很快乐。从内心当中的快乐，并不是表面上皮肤上的这种这个快乐，就是不是这样的。从内心当中，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这个对境呢，都很快乐。但这个快乐的来源呢，我去寻找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法。如果没有这个佛法的话呢，哪怕是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财富，我一个人拥有呢，我不一定是快乐的。我当了这个国家的总统呢，我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我现在内心当中的这个快乐呢，当然我的这个快乐呢，是实践的一个有路的快乐，只不过是一个执着的快乐。前一段时间我们附近有一个闭关的那个法师啊，就是他天天的说哎呀，我好快乐，我好快乐，真是很快乐。前一段他去寒地的时候也是，他天天说是快乐。然后我跟他说开玩笑，你不要天天给我说快乐，你是不是造那个喜乐魔？那个。所以他也不是什么那个的吧，就是我现在是真的这个有了佛法的一些境界修行的话呢，就是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就还是这个处于很这个快乐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呢，也的确是这样的。你没有遇到佛法，没有这个修行之前的话呢，有钱也不行的，有这个各种这个条件也不行的，凡是心里就是整天的是说不清楚的一些痛苦。但真的通过这个佛法来调伏自己心的时候呢，就这种这个快乐就是也是
是这个就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这个表达的。当然，这个你如果获得这个佛果的话呢，那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忧虑的痛苦全部消于法解决。那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个佛法。那这个佛法呢，就是也是依靠这样的这个像佛子行那样的这个行为，也应该了知其行故。就是这种这个佛法呢，要知道这些行为，只要知道这些道理，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作者无著菩萨呢，在这里啊，就是给我们宣讲了这个什么殊胜的这个窍诀。本来呢，这个造论啊，就是造论呢，就是需要很多的条件，比如说面见本尊啊，还有那个就是精通无明啊等等，就是这个条件。但有些这个论师呢，就评价，就是说是无著菩萨呢，就完全具足啊，就是三种那个造论的这个条件，就是因此作者的这种背信呢极为的强烈，就是我们这个道友们呢，就是也非常这个希望就看一看无著菩萨的这个传记，然后传记里面的有一些道理呢，也知道是这个法的这个殊胜性呢，这个法跟其他的法呢，的确是不相同的。现在很多凡夫人呢，就是自己随便就是造这个，不要说37，就是57的这种宋词呢，一下子就可以造得下来。就是我看到那天有一个道友呢，就是他也造了一个37个佛子行。但是他写的乱七八糟的，不要说是佛子行，就是凡夫行都不行。现在的世界人什么事情都搞得出来。我想起来了很多事情。那么下面就是说那个就是所以就是一切弥勒的源泉就是这个佛陀，佛陀的来源呢就是正法。那么正法呢，我们要修持要了解，就是所以为了让大家这个自他懂得这个佛法呢，就是无著菩萨非常背信的给我们造了，就是具有这个37个这种这个就是带有这个佛子性的这种颂册。那么下面就是正论论义啊，就是这个论呢就是分那个前心和正，就是其中前心和就是真心，就是30道，就是分这2种。其中前心里面第一个要宣讲这个难得的这个人生，疑惑下满大诸事，为自他度轮回海，日日夜夜不懈怠，闻思修行佛子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就已经这个获得了原理，就是8种这个无暇的这个8种闲暇，然后呢就是从自方面已经具足条件的修持佛法的这个5种自圆满，从他圆方面具足的5种这个他圆满了，总共呢就是18种就是也就是说是下满，就是具足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人生呢，就是实际上是就像越过大海的就是大船就是这个航船一样的。那么依靠它呢，让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芸芸众生，自他的一切众生呢，就是在无边无际的轮回的这个被这个烦恼这个境遇所缠绕的这样的这个苦海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出越就可以呢就是解脱就解脱。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这么这个殊胜的微妙的这个人生大船的时候呢，就是千万的不能这个懈怠就是一定要以这个白天呢就是不休息，晚上呢就是不睡眠，要紧紧的日日夜夜的这个行持。日日夜夜是做什么呢？也并不是日日夜夜让我们这个上班呢，就是天天都是到办公室去抽一根烟，看一个报纸，就是让就是混时间，就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尽心尽力的闻思修行就是我们这个人生难得要有意义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要闻思修行。就像以前中东巴所说的那样说是要修行的话呢，你必须要闻思修行这个相结合，这就是修持佛法的一个殊胜窍诀。就是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大家这个闻思修行呢，应该说是在人生当中是最有意义的。如果你没有现在这样这个闻思修行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很可惜的就吉天菩萨也说是是故世尊说人生极难得，的确是我们这个佛陀都给我们就是三番五次的已经告诉了，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殊胜的这个人生，但是呢我们没有好好的这个运用的话呢，那真是非常的愚笨。就是积德慈贤下如什么这个若为信之善自己魔神持
什么也无过此于是吧？就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已经这个该获得的这种人生是非常殊胜的，已经得到了这个人生。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心慈善法的话呢，再没有这个欺骗自己的了，再没有更愚痴的了。现在实践当中呢，有时候我们放眼看望世界啊，就实践当中是有这么多的人，每天都是就奔波啊，每天都受这个忙碌。实际上，真的这个修持善法、闻思修行方面有多少呢？就是的确是没有的。因此，大家在这个闻思修行上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下功夫。如果我们闻思修行上面没有下功夫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可惜。以前中统巴尊者也是说了，人生是非常难得的，遇到佛法是更为难得的。因此呢，我们千万不能这个耗尽，不能这个空耗啊。但现在实践当中是有度过这个就无意义当中度过的人特别多。有时候大城市里面去了以后的话呢，整天都是很多人呢，就是打麻将啊，就是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喝酒啊、抽烟啊，就各种这个非法的一些行为呢，然后就是度过这么这个难得的人生，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呢，既然你已经这个发了这么殊胜的这个菩提心，也获得了这个人生，一定要把这个人生就是利用起来。利用的时候呢，要听闻佛法，然后思维佛法，在这个在这个修行，这个闻思修行呢要结合起来，就是并不是说我今天闻就是明天修，就是后天呢思，就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就是就像扎嘎善法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菊毛吃草的时候呢，就是一边就是什么那个蕨草和这个银草啊，是同时这个进行，就是这是一个很殊胜的这个窍诀。我们现在呢，就是一边就是听着这个佛法，一边呢就是思维它的同时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去行持，这就是闻思修行不脱离啊！就我觉得是扎嘎善法里面专门有一个这个片段呢，就是说是闻思修行不脱离，就这一点很重要的。但现在呢，很多人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到底这个人生到了以后干什么做什么，有些甚至出家完了以后呢，还在不知道是我现在已经剃了头发了，我现在要干什么呀？那你跳河吧，就是还干什么呀？那应该这个闻思修行，除了这个以外还干什么呀？就是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就不管你出了家也好，或者是说什么心词的话呢？有时候真的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是：你有出了家以后干什么？不用问了，就是应该闻思修行了。你那个出了居士戒以后呢，我现在皈依完了以后我要干什么？就闻思修行。除了闻思修行以外没有什么。但闻思修行必须要，如果没有闻思修行的话，现在我们世界上的很多人呢，就是只学一点这个就什么课本的这个知识啊，认为自己是就是什么骄傲自满，就是觉得是就非常的这个得意。其实，在国际上看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们的一种课本知识呢，就是根本不能满足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很多人从小学，然后到大学然后就读了一些博士生的话，那觉得我是很了不起的。其实你真正要了解这个世间的一些知识的话呢，你必须要学习佛法。你如果没有这个学习佛法的话呢，你光是那个教室里面的这种知识的话，那就是非常的这个狭隘，就是应该说是解决不了任何这个问题的。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知识呢，就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因此呢，没有必要就傲慢。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有知识的人呢，就根本不愿意这个闻思修行。他以前呢，在这个实践当中是读过几年的这个书啊，然后自己呢就是觉得是已经这个变质了。就第一个就是我是博士生啊，你看我的名片呢，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就是这是一个专业当中呢，你得了一个名片而已，就是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一定要这个光文博学。就以前的一些大德们呐，善知识们的话呢，真的是这个无名净土的这些大德，就是看怎么样，他们的行为怎么样。一看这些大德们的这个修行的话呢，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有些所谓的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就是真的是非常可怜。那么上就是说这个日日夜夜的行持闻思修。那么第二个这个加行呢，就是说这个远离这个故乡，就是远离就是一切这个烦恼的来源的故乡。贪念轻放如沸水，嗔恨地方如烈火。以往去舍于暗者，抛弃故乡佛子心。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真正要闻思修行的话，那就是最好是远离故乡，到一个寂静的地方。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呢？他这里讲了一些原因。因为这自己的这个故乡呢，其实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来源啊，首先是作为这个贪心的话呢，贪念自己的这个父母啊、亲友啊，以及这个家属啊等，就是整天呢就是对他们的这个事情就是生气，就是贪婪之心。那么这种贪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强
强烈，就是滚滚这个覆水奔腾不息一般，就特别的这种可怕。就是这一点，可能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应该是感觉得到，就是今天跟这个人就是谈着，明天跟那个人谈着，然后始终都是你的这个心呢，就是一直就是缠着，就没有办法就是解脱出来。就是有些这个大城市里面人真的心里面想修行，但是呢，就没有办法，就是不要说其他的事情，就是整天的是，我就认识的有一个居士，就是他天天呢，经常就是打电话，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啊，我今天跟我妹妹过生日啊，我明天跟我哥哥过生日啊，后天我跟这个姐夫过生日啊，就整天好像过生日的事要花很长时间呢，就是最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就是贪念的特别的这个可怕，就是没有这个修行的时间。然后有很多人呢，就是嗔恨自己的就是抢夺我的财产啊，诽谤我的人啊，或者是对我这个关系不好的人，不管是单位的里面的、家庭里面的，以及你这个附近的你所认识的这些人呢，整天的是这个争名夺利，就非常的这个可怕的。那这种嗔恨心呢，也不是一般的，摧毁三根的这种嗔恨心，就像这个熊熊烈火一般，刹那瞬间就是摧毁我们的这个相续的。这种嗔恨心呢，就是也特别的这种强烈。然后痴心呢，就是更为严重的。以前了知的一些所取的善法和所摄的这种恶法，那么这些群色因果的智慧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逐渐就是淡漠，逐渐就消失。然后自己的这种无明愚痴呢，就是逐渐在这个新的虚空当中弥补起来。然后呢，就自己就是对这个趋势三恶方面的话呢，就是已经迷迷糊糊了，很恶的状态就不要说是很多人了，就我们作为我的话呢，在基金地方已经接受了20多年的佛教教育，应该说是自己有一种定力，但是很惭愧的呢，不能就是不敢待在这个很多的这种人群就是城市当中，待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呢，最后的话呢，好像每天都是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这个修行，就悲心慈心什么都就是发不起来，就是除了一些那个无聊的这个事以外呢，就是每天都是就是这样的这个，最后呢自己真的是这样的，就是除了一些方式呢，或者说是一些那个就看病以外的话呢，就是尽量的就是逃避这个城市就是特别害怕，就如果再这样待下去的话呢，虽然我以前基金的地方待过很长时间，但是本来自相续当中的这种悲心和智慧是很微薄的，然后再这样待下去的话，那就是一天减少1斤，一天减少1斤，就是最后呢10斤全部都没了，就所以特别的害怕，就是真的就是内心当中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当然，这个如果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呢？因为它是贪嗔的来源，是贪心的这个来源、嗔心的来源、痴心的来源。贪嗔痴呢，在烦恼当中呢，就是最可怕的3大魔君。所以这个烦恼就是没有这个相互之前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抛弃这个故乡当然，我们大城市里面的有些人呢，就是可能完全抛弃故乡。你今天就是放弃家庭然后什么这个孩子老婆全部放弃，工作这个全部放弃，就是明天都是背着一个包，就是到前往寂静的地方的话呢，恐怕是这个不现实的。但有些人呢，可能那个就是想出家，就是想离开的时候呢，说这句话都能记得很清楚的。好像去年前年吧，就是我在杭州这个讲这个佛子行，讲这个佛子行呢，有一个居士呢，他特别想出家，然后。我们讲完了以后，我当时这个可能是一堂课，就是全部讲下来了，就是讲了可能2个多小时。然后讲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下完课以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说开玩笑，我说我今天讲的什么法是你今天讲的这个远离故乡，就是远离故乡。然后他的这个旁边呢，就是他妻子很不高兴，就是说是看不讲了那么多，就是有37个佛子行，你怎么只有一个远离故乡？有些可能，但后来的事也可能没有出家吧，就是没有出家，就是也许可能家人不同意。他当时感受很深的，就是确实觉得是旁边的很多贪嗔痴的来源就是没有这个意义有时候我们有些道友就是回去以后也可能感觉得到。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道友呢，就是也非要就是下去要就是度化就是家人，就是结果呢就是在家里面待了几天，然后呢就是这些什么贪心嗔心痴心全部都已经感受了，就是然后就尽快就回来了，就是因此。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
在山里面是真的是很好的，但是呢，在城市里面来讲，是现在大多数的人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呢也是跟他们就是算是一种教研吧，就是要求呢，不一定要这个远离故乡，就是那你那个尽量把自己的时间调整好啊，就尽量一些说是呢，就是断绝这个断绝，然后呢，就是自己有条件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我就是弄一点这个佛堂啊，然后在这个每天呢，就是比较这个就激进的方式来，就是修持一段时间，自己看书啊，那这也是算是一种远离，就是远离你的这种喧闹，就是也是现在只有这种条件。其实这样做的话呢，我也看到很多居士啊，就是以前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散乱，那么现在呢虽然离不开这个工作和家庭，但是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命运呢就是自己开始把握，然后呢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工作啊很多的调整，每天都是自己创造这个有学习佛法的这个机会和条件。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种方便方法。以前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上师呢，也是在这个，尤其是上师如意宝呢，就是在美国讲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就是这种窍诀来给他们讲的。你们现在所有的人到了这个山上的话呢，就是那这里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可能是现在不允许的。但是呢，你自己最好自己这个创造呢，就是一个这个修行的条件，就这也是一个这个远离故乡的窍诀，也是一个意志激进的这个教研。所以我们那个这个远离故乡呢，就很重要的就是，如果真正的一些像以前噶登派的一些修行人那样的话呢，也很重要的。扎嘎山法里面也讲了，就是住在激进地方的这个修行人呢，不管怎么样的是不能这个回一些世俗的家里面，当时比如说，如果你听到了父母死了、父母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最好不要这个回去。你心里这样想，我回去也是无济于事，就是我也救不了他的不死。然后呢，就最好呢，在寂静的地方，就是好好的给他回向。所以我们这里有些道友啊，就经常听到你的什么这个妈妈死了，就是父亲死了，就是赶快回来。以前我们在这个山阁里面经常收到一些电报，就是现在不用电报，就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催你回去。催你回去的时候呢，你就这样想：我现在已经这个在这么寂静的地方，已经这个突发也没有了，回去呢也不是特别的自在。那么这个回去之后呢，好像那个。就是父母怎么样生病也是我也没办法，就是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是什么医生，那干脆我给他念一个普贤行愿品就不回去。就是按照这个山法的真正的这个教研的话呢，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真正有些道友呢遇到自己的身上就是事情就是落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恐怕也是无法这个面对的，就是经常也这种情况。真正来讲呢，就是远离故乡是这个修行的最好的一个方便法就是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也经常这样这个讲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Sonam dei tanche thogaya tonani de jana pase 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oa droa sho Bandangara Badna Asadar Bandangara Badna Sada Bandangara Badna Sada